近期，根据相关记者的报道，宁夏、天津、河北等地的不少油罐车在拉完煤制油后不清洗罐体，直接用来拉食用油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现在运油都不看重食品安全了？今年5月份，有记者曾做过油罐车的暗访，他们跟随一辆油罐车来到宁夏05。油罐车司机在占地数千亩的煤制油厂区提货，这个所谓的煤制油指的就是煤炭经高温高压化煤而成的油，里面含有大量的芳香烃、不饱和烃、硫化物等。待工人将其全部装车以后，司机随即把这些煤制油运往了河北秦皇岛。进入厂区以后，记者惊讶地发现，工作人员在卸完煤制油以后，居然没有洗罐。这还没完，3天后，司机将油罐车开到了河北燕郊的一家豆油厂，在豆油厂取了31吨豆油后，司机装车就走，似乎对残留于罐体的煤制油不管不顾，而且整个过程也没有人监督，更没有人检查罐体是否清洁。在此之后，记者又跟踪了一辆油罐车，这辆油罐车也是从宁夏出发运送煤制油，抵达河北石家庄以后司机卸完煤制油也没有洗罐。紧接着，他便开车前往了天津的某公司，在那里装了35吨豆油，随即开往下一个目标单位。整个装车运油的全流程几乎没有一个人审查罐体，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操作。按照相关人士的说法，届时这些豆油都会被目标厂家拿去加工，然后散装放入市场，最终进入消费者的餐桌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放任自流的监管方式确实让人义愤填膺。当记者质问涉事企业为何不拦着司机，只见对方言之凿凿地表示，他们从来都没有深度验罐的惯例，只要罐体上标有食用油专用的字样就可以放行了。油罐车卸完煤制油后，直接就装入食用油，这样恶劣的做法被曝光后涉事企业居然还轻描淡写，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暗访完豆油企业工作人员以后，记者随即又对司机进行了暗访。根据司机的说法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主要也是为了赶时间，如果不洗罐的话，就能省去一大笔麻烦。反正甲方也不验罐体的内部，他们只看罐口是否干净，等到查看结束以后，对方直接在罐口拍个照发给领导。假如是熟人验罐的话，那就更方便了，直接填个信息，走个过场就行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快捷。最关键的是，如果不洗罐还能省下一笔钱。按照司机的说法，洗一次罐就得花400到500块钱，这笔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毕竟这2年跑货运的内卷程度极其严重，由于同行竞争愈发剧烈，以前400元每吨的单程运费现在降到了200元每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将来的运费还可能更低。在赚钱艰难的环境下，他们只能疯狂抢时间、抢订单，并压缩成本。而且这些司机在跑货运的时候，最忌讳的就是空车返程，所以怎么也得装点东西，甭管是豆油也好，煤制油也罢，反正多多益善。至于食品安全，他们似乎从未考虑过，反正只要车队老板说洗，那就洗一下罐体；车队老板没说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此外，油罐车司机还透露，这些罐车大致分为危化品罐车和普通罐车。像危化品罐车装的就是汽油、柴油等易燃易爆物品，而普通罐车则是装在危化品以外的液体，比如煤制油、豆油等。在运货期间，这些司机还练就了一手喷漆之术。假如甲方要求罐体标食用油，那就直接把普通液体的字样涂掉，然后喷上食用油，这样一来就能蒙混过关了。听到司机这么说以后，随行记者也是感到一丝丝的后怕，毕竟食用油和煤制油都混淆成这样了，那咱们的餐桌岂不是毒油泛滥？近期油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就装食用油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哗然。中国农业大学的朱毅副教授表示，每次卸完煤制油以后，罐体内往往还会残留微量的煤制油，即便它们最终稀释在数以吨计的食用油中，也依旧会导致人体中毒，尤其是里面含有氨基苯，更会影响人体的造血功能。除了煤制油以外，还有一类液体更为致命，它们通常是由废机油、塑化剂组成的化工液体，一旦摄入该液体，顷刻之间就会对人体的消化系统造成损伤。如果里面还含有涂料等化工液体，那内含的甲醛还有可能致癌。可见这些不守规矩的油罐车完全就是一个毒料运载体，稍有不慎就能酿成餐桌惨剧。
许多网友看到这类新闻后纷纷发表感慨，某些网友就表示以后只敢自己炼猪油吃了，吃油就像开盲盒，运气不好就吃到化工油了。还有网友则表示，难怪现在癌症病人这么多，原来是油罐车惹的祸。更有网友评论道，这种事比地沟油还严重，相关人员要判无期徒刑。从网友们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，大家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确实抱有极大的担忧，毕竟食品里面都掺化工物料了，这搁谁都心里难受。然而，针对这种情况，相关涉事人员却显得无动于衷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，只要不是自己吃，那这些油就无所谓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食品安全问题从来都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成本问题。只要有一定的利润，某些人就会铤而走险，置其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。在此也希望有关企业能对这类事件加强监管，尤其是在食用油的运送环节，必须严厉监督，强制习惯。总之，不要让油料处于托管或半托管的状态，唯有拿捏好监督这杆秤，才能给老百姓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